小米公司最不想看到的是啥？那肯定啊是小米和红米的自家对比。那咱们今天就来一期忠言逆耳型测评，小米的最新耳机 Buds 5和红米的最新耳机 Buds 6S 的 PK。巧了是吧？这俩呢竟然还都是非常少见的半入耳式主动降噪耳机。小米这家伙卖699，红米这个只卖199，主打一个高端，一个低端，高端低端一锅端。上手先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来看小米 Buds 5的配件，耳机说明书 A 口到 C 口的数据线。咱们来看一下耳机，是一个圆角矩形的一个样子，很好看啊。然后是高亮的一个外壳，纯塑料。很明显这个开合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这儿有一个指示灯，下面是 Type C 的接口，配对按钮，背后有一个非常不明显的哈曼调音的标志。这个壳明显比上一代还是好看多了啊，造型也和上一代基本是一样的，豌豆射手造型，白色加了一个银色的包边。现在几乎所有的小米的耳机的设计都已经完全一样了。这是红米 Buds 6S 的包装，耳机本体说明书，一根 A to C 的数据线没了。咱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耳机本体。这个外壳的质感其实比小米要好啊，它的盖是磨砂的，下面是这个亮面的，前面是 Type C 的充电口，这是配对按钮，也是这种贝壳式的开壳啊，也没有任何的磁吸啊，就是一个塑料荷叶。长得呢和红米 Buds 5 Pro 基本都是一个模子啊，这是电源指示灯，也是豌豆射手造型，充电触点的位置和小米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小米红米的设计师是真省事儿啊。咱们两个耳机摆一起给大家看一下，这是红米，这是小米，戴上去之后你能分得出来吗？ OK， 咱们来开罐配对，非常快就弹窗了。这儿还多了一个标志，无损音质哈曼。咱们连接，弹窗动画也是很漂亮啊。OK， 咱们来看一下设置菜单，它是皮肤感应的，所以我还是戴上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有降噪和降噪关闭，降噪模式呢分成手动和自动，均衡和深度。半入耳式，所以没有通透模式啊。这个耳机是真正的空间音频，所以你是可以开启头部追踪的，它就会随着你晃动脑袋，然后你的声场会有变化。这个不是假的音效啊。然后音效设置里面有自适应听感，有游戏低延迟模式，音质的选择它默认是 aptX Adaptive 啊，这个事实上就是 aptX LL， 就是高通骁龙畅听里面音质最好的那个版本。咱们来看一下，你可以设置自适应采样率，可以设置 44.1、48、96千赫兹的采样率，这个你每次选96，下一次就会再回去啊。除此之外，还有 aptX ACC 和 SBC， 然后还有定制音效，有听感调节、个性化听感，这个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啊。这个耳机是支持按压操作的，整体的感觉呢跟苹果是一样的。更多设置里面有双设备连接，有听力健康，查找耳机依然没有地图模式啊，更不要说基于 UWB 的进场查找了啊。然后简简单单的就没有然后了。系统级菜单里面，融合设备中心可以直接拖拽操作，没有问题。控制中心中点击耳机有快捷的音量调节、降噪模式和电量的一个情况，这个很好。它的负一屏卡片里竟然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系统级别的耳机电量的一个显示插件啊，这个就很离谱啊。澎湃系统这个做的还是不太好。然后如果你下载了小米耳机的 APP，小米手机你得再下载一个小米耳机 APP 啊，这个时候你会多出一个功能，也是这个小米 Buds 5标榜的一个新功能，就是录音。你可以在耳机存储中录音，这不脱裤子放屁吗？我用手机直接录不就完了吗？除非应个急啊，手机没电的时候用耳机录，这情况太少见了，基本不太需要，是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红米 Buds 6S 第一次连接。你看，如果我是连着小米 Buds 5的同时开启 Buds 6S， 它会弹出一个系统级双连的菜单啊，也就可以一个手机同时给2部耳机连接播放音乐，这个非常好。然后咱们还是正常连接，开盖
弹窗非常快，连接，这个产品图都显得没有小米的那么高级啊。OK， 然后咱们更多设置来看一下它的设置。这个耳机也是皮肤感应的，所以我戴上给大家看啊。这时候你看它有降噪、降噪关，降噪分成深度和均衡，比小米5少了一个自适应。然后空间音频，这个呢是假的空间音频啊，这就是一个音效啊，所以没有小米5那么高级。音效设置，自适应听感有，定制音效有，这里都是一模一样的，不多说了。游戏低延迟模式可以单独打开，这儿就比较尴尬了，没有任何高级的蓝牙传播的模式啊，就是普通的 AAC。手势操作，它也是按压式的操作，跟小米5是一模一样的，不说了。更多设置，设备双联啊，刚才已经说到了。听力健康有，耳机防丢，查找耳机也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地图。小米最高级的耳机到现在都还没有地图式的耳机查找模式啊，这个就非常离谱，是吧？这个耳机就没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功能了，所以你即便是使用小米耳机的 APP 连接，你看这儿也没有录音的选项啊。下拉菜单啊，融合中心一模一样，设备可以拖拽连接。小米 Buds 5，红米 Buds 6S。耳机参数方面，大家可以看屏幕上的表格。首先，老张来介绍一下小米 Buds 5比上一代产品小米 Buds 4的一个区别。小米 Buds 5售价699，小米 Buds 4现在实际成交价399，价格差了1倍啊。有几个变化，但是变化不大，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首先，小米 Buds 5相比小米 Buds 4有了哈曼加金耳朵调音。其次，蓝牙的版本从蓝牙 5.3 升级为了蓝牙 5.4， 减重了 0.2 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续航方面增加了 0.5 小时，也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小米 Buds 4的 LHDC 5.0 高清编解码变成了 aptX-LL， 也就是骁龙畅听的高清编解码，这两者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其他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都是支持头部追踪的空间音频，支持按捏式操作，不支持无线充电，单动圈单元，连磁体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只是振膜稍有变化，这些比较复杂的就不跟大家多说了啊。因为高清编解码的变化，所以游戏低延迟模式呢升级成为了骁龙畅听的游戏低延迟模式，理论的游戏低延迟会表现更好。同时，小米 Buds 5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也是唯一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录音功能。你可以3按这个耳机的手柄，然后进入录音的模式。如果你连接了小米耳机 APP， 可以把录音转成文字，其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了。红米 Buds 5 6S 和小米 Buds 5之间有什么区别呢？红米 Buds 5 6S 售价199，这简直就是小米 Buds 5的一个零头了啊！它没有任何的调音啊，同时呢，蓝牙 5.3 编解码，电池续航能力更强一点。它呢也是半入耳式支持主动降噪的一个版本，它没有高清编解码加深，所以只有 AAC 编解码。没有高端认证，但是操作方式都是按捏的，没有空间音频头部追踪。但是啊，它的这个动圈尺寸是目前老张见到的单动圈蓝牙耳机里面比较大的14.2毫米的直径。它呢也有游戏低延迟模式，然后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半入耳式主动降噪耳机。这个普普通通说的是它的参数普通，但是这个耳机其实也非常的不普通，因为它是市面上极为少见的半入耳式主动降噪耳机，并且只卖199，简直就是除了 vivo 之外的不二之选啊！好了，接下来是音质测试环节，老张呢少说话，大家自己听啊。不意外。嘿，也不意外。
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海洋也带不走尽头，到底有没有？海洋，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Maybe it's all just alcohol. I'm not saying it's all your fault, but if you can take it, just hang up my call. Please figure it out by yourself. What did you say? I can't recall, 'cause I'm that selfish after all. Maybe we won't go back no more. Maybe it's all just alcohol. I'm not saying it's all your fault, but if you can take it, just hang up my call. Please figure it out by yourself. What did you say? I can't recall, 'cause I'm that selfish after all. 像云端山那边，像云端山那边。好了，结论啊，小米 Buds 5音质是目前蓝牙耳机的第一梯队。但是啊，如果不是为了测评，我是绝对不会花钱买的。399值得考虑一下，你不买我不买，明天降100。这个红米 Buds 6S 音质明显是它的一个短板，但是看在只要199就能买到半入耳式主动降噪耳机的面子上，算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入门级的选择吧。好了，如果能够帮到大家，请大家一定要关注老张，给我点赞，支持老张做更多有趣的视频，谢谢大家。